今天呢，我想说一下什么样的内容是对我来讲很有记忆力的，或者是很能被我记住的。我之前在帮某些组织做播客内容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合作者，他问我，他们做的那档播客跟别人做的播客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是不是比他们做的更好。当时因为他提到的那些他想要对比的播客节目跟他们是同一个领域的。怎么说？当时我的回答是我在想啊，就是两个人都是在同一个领域的，我不能说哪一个更好或者是哪一个不好。而我要讲的就是因为大家其实在做播客这个内容上所偏重的方向有所不一样，以及大家呈现出来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那至于好和不好，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说法的，只能说大家呈现出来的内容能不能给听众带去更好的印象。也就是说，其实也看他们吸引到的听众是什么样子的。就有的可能会比较喜欢 A 的叙述，或者说 A 做播客内容的方式，也有的会比较喜欢 B 这种做播客内容的方式。就是不同的听众他们会决定，或者说会定义了这个内容的什么部分会被他们吸引。所以我当时也没有说谁好谁不好，而是说各有各的不同点，或者说各有各的特点。但也的确是的，但是如果真心话的话，就是把我当成一个听众，而不是这个内容的制作者、参与者来说的话，我可能会更偏向提问我这个问题的人所做的内容。为什么呢？首先跟他们选择的嘉宾有关系，其次跟他们做这一期内容的选题也有关系。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确实是我会更喜欢当时我和他合作的那一期节目。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嘉宾呢，他们是做 to B 相关的。其实 to B 相关的在我的世界里面算是比较陌生的，那么了解相关领域的知识对我来讲是一种拓展我未知疆界的一种方式吧，所以它自然而然会给我更多的印象。我不会觉得它很熟悉，我反倒觉得它陌生，而这种陌生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我对它的印象。还有一个是他们做的选题，就是他们在跟这个嘉宾聊天的时候会去聊一些，比如说这个人的创业哲学，或者是他是怎么对待他这个公司的 PR 的，就有点像是比如说他提到一些很印象深刻的点，就是他这个创始人觉得呢就是作为这个公司的创始人，或者是作为这个公司的创始团队的一份子，他们对外的标签并不是说自己毕业于哪个大学，自己曾经在哪个大厂待过，自己曾经做过什么出名的项目，而他们统一的标签只有我是在这个公司工作，我做的是这个公司里面的什么事情。就是他完全不会提到他们之前的成就，而所有的所谓标签全都和他目前所在的这个公司，他目前所做的事情有关系。这样一个点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因为我见到的或者说我听到的所有的播客，基本上在介绍嘉宾的时候都会去说，比如说让请先介绍一下你自己，让大家更了解你嘛。然后这个嘉宾介绍自己的时候，就会说自己毕业于哪个大学，之前在哪些地方工作过，有过什么样的非常光鲜亮丽的履历，等等等等之类的。就是这些东西，怎么说？可能在创投这个领域，很多人的履历都是会非常光鲜亮丽的。那千篇一律了之后，反倒不那么出彩了。然后就是因为
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他透露出来了一些在我看来是非共识的，或者说非常与其他的介绍不一样的内容，与其他的节目聊的内容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才觉得他让我的印象更深。那从我所举的这个例子来看呢，我就觉得假如说你能够挖掘出一个嘉宾，他非常非常与众不同的，哪怕至少一点，那这期节目就是足够出彩了的。就是有些东西它可能对某些接受到的人来讲很特殊，或者是他从未了解过，那这一点东西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印象深刻点，或者是这个嘉宾他所说出的某句话，所经历过的某件事情是跟传统背道而驰的，那这也是加深印象点的一个点。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介绍的部分，假如说我们把介绍的部分换成一些新的东西，而不单纯是让这个嘉宾干巴巴的去介绍他的履历，那我觉得把这个环节设计好也是会增加印象点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我之前听到的一期节目，就是在刚开始并不是先让嘉宾介绍自己，而是先用一个快问快答的方式，让听众快速了解嘉宾的某一些切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只是说在设计快问快答问题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些就是动脑子的成分在里面。还有就是我之前也了解到一些播客，它的结尾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在整一期聊完之后，然后在结尾会有一个有点像是回顾的环节，就有点像是制作人跟 host 两个人之间平等的聊了一下这一期节目有哪些地方是做的很出彩的，有哪些地方是待改进的。我觉得这一个环节是非常非常的戳我，就是它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本来这种东西是应该藏在内部的，比如说做完这一整期节目之后需要做一个有点像是回顾粉丝的那个环节嘛，本来是在内部进行的，就是它是不宜公开的。可是呢，有的节目它会把这样的一个环节公开了，我就觉得哇，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印象点又加深了。综合这么来看的话，我就觉得一期节目，假如说它能够挖掘出一些非共识的点，也就是跟传统不那么一样的点，然后还有就是把一些本来不应该公开出来的东西放出来了，还有就是通过一些灵巧的设计，这个设计不光是我刚刚提到的像快问快答的这样的设计，就是先入为主的让听众接收到印象，然后再进行谈话。我觉得这3点对于我来讲，假如设计好了，会给我增加很多的印象分。但是因为我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听众，所以也看具体的节目面向的受众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最近还接触到了一些很新的播客，怎么说也不能说是很新，只是说它的某些东西很吸引我。就像现在我们的播客不是已经逐渐从音频转向视频化了吗？那转向视频化了之后，我们是需要选择一个录制空间的。前段时间有一个外国的播客主，他的播客视频的封面真的很吸引我，就是在一棵大树底下录制的，就是2个人他就坐在大树下的那个毯子上，然后面对面坐着在那儿聊天。我看到那个画面，就是他们的旁边是一棵高大的树嘛，然后那些树冠呐都很绿，叶子也很绿，周围的环境也很好，就是那样的一个场景。怎么说呢？我真的很喜欢那样的一个录制空间。
但其实跟这个播客主也有关系，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靠感受、靠感知去制作音乐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在选择或者是设计录制空间这一块是非常非常的擅长的。我觉得假设以后有播客视频的这些制作人也好，或者是编导也好，多去了解一下这个人的有关感知和空间设计的部分，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你在什么样子的环境或者说空间下录制，其实也会影响听众对你的感受。对啊，我突然忘记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了，因为我对他并不是特别的熟悉，我只知道他是做音乐这块的，他在感知、感受，在所谓的心流 flow 方面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我或许想起来了，我再去把名字放出来吧。还有啥呢？因为我这一期就是这个视频是临时录制的，就是我想到了什么就录制什么，所以可能难免会有遗漏的。如果有的话，那我后续再做补充。OK，就这样。